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看完赵丽颖在背上刺青的真相，才懂冯绍峰为何宁肯被骂渣也要离婚。了解到赵丽颖后背紫色玫瑰纹身的背后故事，我才恍然大悟，为何4年前冯绍峰会不顾被骂渣男的风险，也要和他毅然决然地分开。你光看她外表，可能会觉得她是那种娇滴滴、需要人照顾的女孩，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。知音在网上偶然看到雅虎搜星比赛的公告，这个来自农村的19岁姑娘就大胆带着200块钱，一个人跑到北京去参赛。比赛时，她连隐形的翅膀都唱得走了音，但就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，赢得了导师冯小刚的欣赏，一路过关斩将进了决赛，踏入了娱乐圈的大门。可惜娱乐圈的大门没为她这没后台没关系的姑娘敞开，和冯导只搭了一次戏，她就被甩了，之后连个戏约都拿不到。但这冷酷的世界没把她斗志墨没，反倒让她更想证明自己。她咬咬牙，一个人跑到横店，什么角色都接，群众演员、路人甲乙丙、丫鬟、背景板，只要能露脸，她啥都愿意演，这一演就是漫长的7年。身边的人都跟她说，趁着年轻漂亮赶紧找个有钱人，她却说只要有机会，她一定会死死抓住。她可不是说说而已。2010年的时候，她听说琼瑶阿姨要重拍《还珠格格》选演员，虽然她之前都没演过什么重要角色，但还是鼓起勇气去试了镜，没想到真的被选上了演晴儿。第2年新《还珠格格》一播出就火了，赵丽颖这个名字一下子就被全国观众知道了，她终于等来了人生的转折点。随后《陆贞传奇》《追鱼传奇》和《杉杉来了》3部剧大火，又一次证明了她超好的观众人气。本来好不容易成了主角，该好好稳固地位了，可她却想摘掉傻白甜的标签，在事业正火的时候，跑到于正的电影《宫锁沉香》里去演了个大反派。更糟糕的是，她坚持不用替身，从马背上摔下来受了重伤，又因为坚持拍完戏，耽误了治疗，背上留下个大包。伤好了以后，她在伤疤那儿纹了朵紫玫瑰，她说紫玫瑰代表着独立、勇敢和坚强。勇敢的人总是抢先体验生活的美好。赵丽颖随着《宫锁沉香》的大火，迎来了事业的飞跃期。花千骨、青云志、楚乔传还有《知否知否》一部接一部大火，不仅收视爆表，也让她成功跻身国内娱乐圈4大女星的行列。在娱乐圈，女星常要维持某种形象，这是大家都懂的规矩。可赵丽颖这个赵大胆偏偏不走寻常路，在事业最火的时候宣布和冯绍峰结婚。婚后不久，5个月内就迎来了小宝贝，然后不到3年又宣布离婚了。离婚的理由挺直接，大老板冯绍峰想让赵丽颖做他的小女人。但赵丽颖这朵勇往直前的铿锵玫瑰，心里想的全是活出自己的风采，实现自己的价值，享受多彩人生，让自己过得更精彩。我盼着在这个年头能留下点自己的影子。我不爱看电视剧里的女人们老是围着小情小爱打转，为了男人争来斗去，靠着男人过活。我盼着她们能多些想法，勇敢追求自己的信念，趁着满腔热血，多去创造些属于自己的角色。所以我们能看到《幸福到万家》中那个勤奋正直的农村妇女和《幸福风吹半夏》里勇往直前的厉害女性许半夏，还有第20条里命苦心善的哑巴妈妈，这些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接一个的把她推向了华鼎奖、百花奖、金鹰奖和飞天奖的颁奖舞台。大导演张艺谋为她站台支持，郑晓龙也亲自为她叫好，就连平时高高在上的央视也对她特别喜爱，专门为她制作了央视独有的胸牌。
被央视知名主持人问起怎么成功的，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直率地说，就是要行动，要往前冲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不动也是过一天，动也是过一天，那何必让自己原地踏步呢？不如大胆地迈出那一步，去战胜困难，说不定答案就在不远处等着你呢。他那份自信满满、无所畏惧的样子，难怪会被央视挑中，成为今年夜读日历的代言人。得了这份荣誉，他可没小看自己，反而是大大方方地跟观众聊起了自己最爱的那一页日历。夜读那本温柔的日历，说着人间的故事。其实啊，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活出自己的样子，按自己的想法来。路虽然又长又弯，但每一步都走得心甘情愿，绝不后悔。他一读这夜读日历，直接把他送上了热搜，一下子卖出了5万多本。央视爸爸看到后，乐呵呵的亲自发话要多印，印刷厂的机器都忙得冒火星了。看来跟着央视爸爸的眼光走，果然没错。离婚4年，赵丽颖在发声，好消息打脸冯绍峰颜面尽失。说实话，我每次看到赵丽颖的消息，都忍不住要感叹一句：这姑娘真够拼的。离婚4年，风风雨雨，跌跌撞撞，但如今她的状态简直是让人眼睛一亮，连带那个前夫哥冯绍峰都显得有点尴尬了。7月15日，他微博一发声，那不是随便发，而是直接官宣拿下了纪梵希这个国际大牌彩妆的全球代言。你听听，多么震撼的一个消息！纪梵希这几个字在时尚圈，在代言界，那叫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存在。赵丽颖一个平凡小姑娘，刷刷的就跨过了多少女明星梦寐以求的门槛。短发造型一改往日柔美女神，把那股干练和霸气挥洒得淋漓尽致。网友们都说了，她完全撑得起纪梵希的国际范儿。别的不说，短发亮相那场面，直接让人看到她精神抖擞的全新气场。那一刻，她不再是简单的甜姐儿，而是昙花一现的传奇女王。我仔细看了看，这2025年，赵丽颖的事业可真是开挂了。还没到年终，已经连续上了9次热搜，而且从年初到7月，每个月都有新动作。比如1月份，她以沈黎的形象正式入驻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，这可是内地第11位有此殊荣的女演员。别小看这个数字，蜡像馆的门槛不低。又比如2月份，她给纪录片《布达拉宫》配音。啥呀？大多数明星都躲着文艺片档，赵丽颖偏偏硬着头皮挑战配音，这说明啥呢？活力、挑战和多面发展。这点儿，谁说娱乐圈女生就只能靠颜值和角色存活？更有意思的是，她在搞《与凤航》那电影，不仅是主演，还跑去当监制。找不到比这更拼的了，从台前到幕后，变着花样摸透这行当的门道。他得出了个大真理，最后观众能叫出名字的，永远是台前的几位明星，可做幕后工作的兄弟姐妹，才是电影真正的英雄。难怪他这几年热衷跨界，这态度能不让人心服口服吗？早前3月，赵丽颖还冲击出了个好名堂，入围内娱最具商业价值女演员前10名。4到6月更是连连有新作问世，一路高歌猛进。到7月，这波大动作就更明确告诉大家，她不光坐稳内娱女演员的 C 位，还要打开国际大门。手握纪梵希代言，这可不是陪跑，是真正的全球级别认可。这在代言圈相当于拿到金钥匙，立刻打开更广阔的商业天地。说到这儿，咱就得顺带提提冯绍峰了。这俩人曾是夫妻啊，可这2年看下来，差距明显的让人嫉妒。赵丽颖拿国际大牌代言，她拿的却是菲亚达手表、名爵汽车和国美电器，这些怎么说呢？就像白云和路边的尘土，高低立判。冯绍峰的品牌虽也不错，谁让人家赵丽颖一路扶摇直上，
越飞越高呢？这两人的故事从头到尾就注定不会在一个轨道上。家世背景不同，赵丽颖来自小地方，小门小户，泥泞中爬出来，哪里是富贵人家的大可以比的？她那份努力和清醒，是别人不能轻易拥有的黄金。她自己也坦言，跟《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里明兰有几分相似，那是个贵族千金，却活得警醒清明，靠的是内心的觉醒，非富家子弟的锦衣玉食能替代的。而冯绍峰号称富二代或者官二代，生活本来不缺钱财，性格也优雅从容，注定了两人根本不是一路人。结婚时大家大呼意外，也正是因为这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吧。电视剧《知否》上线之后，那场面更像是赵丽颖完成了一次华丽弯道超车，她的光芒盖过了冯绍峰那段时间的热度，观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变成丽颖在哪里，让冯绍峰自己也清楚认清现实，赵丽颖火得彻底。更精彩的是，就算赵丽颖当上了妈妈，也没有选择包袱起来靠着老公生活，反倒是利用恢复期加盟了科技公司当合伙人，这腿不光迈得快，还迈得宽啊！她完全有机会闲着做冯太太，偶尔接点戏，拿点片酬养活生活，挺好活法。但她不，她的生活节奏快得让人瞠目结舌，夹杂着明星光环。她在内娱舞台上披荆斩棘，赢得了无数掌声和认可。此刻回头看，那些粉丝嘴里调侃的前夫哥，只能带着点感慨，感慨那位大杀四方的前妻，如今的高度早已远远甩开了他。这故事或许告诉我们，人生的路没有捷径，只有咬牙坚持和不断蜕变。赵丽颖选择了一条风风雨雨的路，却也走出了属于她的光辉。我们没法预判，但赵丽颖的这份韧劲和才华，肯定会让她的故事越走越精彩。冯绍峰的路呢，恐怕只能看着那个曾经的妻子华丽转身，霸屏整个娱乐圈。希望新的一年，你心里想的都能实现，脚下走的都是温暖的路。带着颖宝的祝福，给自己一个新年的小确幸。新的一年，要鼓起勇气，勇往直前，打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故事。